应该给那些不能换电的车看看，可以换电44分钟，不能换电3小时54分钟，这个差距啊！好，各位晚上好，我是董买买。昨天全新蔚来 ES6 发布，大家的重点关注都在车上，甚至说在车的价格上。对于这台车所搭载的斑岩 2.0 系统就一笔带过了。那事实上呢，这个系统对于蔚来车主，对于买来看，它的提升特别的巨大。所以今天我要单独做一期视频来聊一聊这款系统。那我要说这个系统呢，目前还没有随着 ES6 正式交付，它是 ES6 要交付系统之后的下一个版本啊。他们还要处理掉一些 bug， 还要向工信部申报，申报完了之后才能向所有的 NT2 车主进行推送。那这个版本呢，我愿意称之为是一个史诗级的巨大更新啊！你们都知道，我对于蔚来软件的态度其实一直都是以鞭策以及蹂躏为主吧。你们可以看我之前的视频啊，对不对？我动不动希望他们重新去找工作。你可以看到我对软件喷的有多狠啊！感觉我要再这么喷下去，法务部都要关注我了。不过这一次斑岩 2.0 的系统真的做出了非常多的改变，不管是在产品的界面审美，还是在运行速度，还是在底层架构上，甚至于对于未来体系化竞争力的展示，都是一步到位，一次性展现出什么叫真正的遥遥领先的。那我们来具体聊一下吧。首先在底层架构方面，这一次蔚来呢是行业内首个使用8155芯片加 Orin X 加 X 这样的一整套可扩展架构。那8155芯片咱们都知道，这是蔚来的车机芯片，目前当前主流所有的智能电动车基本上都在使用8155。然后 Orin X 就是蔚来所车载的那4块辅助驾驶芯片。那蔚来创造性的把部分算力，把部分适合 Orin 芯片去算的东西给它扔给了 Orin 去算，解放出了8155的空余算力。这样做的显而易见的好处是，明显的整个蔚来的车机使用起来流畅度有了巨大的提升，而且之前我所喷的动不动所有的各种各样的菜单之间切换场景没有动画，这一次他们把它全部都加上了。虽然整个我觉得帧率上可能还可以进一步的优化，但是相比于之前的提升真的是立竿见影的效果。而这套815加 Orin X 加 X 的架构，这个 X 指的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未来的 N-Box。昨天在 ES6 的发布会上，有心的同学应该会听到李斌说过一句，说我们整个车是可以用非常久的，就车的整个车的骨架，车的整个硬件素质用个20年可能都没有问题。但是软件是在不停的迭代，快速的进步的，尤其是智能化的这一整套系统。未来为什么要标配1550纳米安全激光雷达？为什么要标配4块Orin芯片？就是希望大家在接下来这一块磅礴的辅助驾驶向自动驾驶切换的这么一个时代中，能保持住一定的领先优势，这是在智能驾驶上的努力。但是车机的芯片，那蔚来呢，其实这一次就想通过 N-Box 的事情来解决了。N-Box 呢自带一整套娱乐芯片，它目前的作用呢，可能是给 AR 眼镜、给 Panasonic 来使用，但是长期来看，蔚来希望整体车机的算力一部分也是要去用到这个 N-Box 里面的算力的。所以我买一直觉得 N-Box 这个东西一定要选啊，它这玩意非常欠。就是你买车的时候如果不选，以后没法选装，但是如果你买车的时候选了，以后想要升级的话，那个主机的位置那个线数都留好了，这不直接就可以把那个 box 进行升级就可以了啊。未来呢，为了希望大家去多的去选购，那在本次 ES6 的时候，如果你选这个 N-Box， 它额外还赠送你一副 AR 眼镜加一个 AR 的控制指环，这2个东西就值2600块钱了。那整个 N-Box 的选装也才4000多块钱，所以 N-Box 一定把它给选上，还是挺有用的。而且即使当前来看，你选择了 N-Box， 你的使用体验也会变好。有 AR 眼镜，有一块巨幕在你面前，并且整个 AR 眼镜可以车内最多4副同时共享，而且还支持了投屏系统，所以这一整套东西还是一定要把它选上的。从架构上来讲，非常棒。第二点呢，就是审美易用，你永远呢不用太担心未来的审美，但是整次个斑岩 2.0 的系统，它把整个的界面做得更加好看了，同时把菜单的逻辑做得更加严整了。就是原来你在点击系统菜单的时候，你会点击一个1级菜单，要在2级菜单中还会有反复的横跳左右去选择。那这一次呢，基本上已经把整个菜单清理好了，按照合适的逻辑给它展现出来了，减少了点击，更好的归纳。同样呢，像驾驶模式，本次呢斑岩 2.0 系统给出了更多模式的选择，这些模式中你可以自己去自定义，把你不需要的一些模式给它去掉。至于说车载音源呢，支持这个选择，支持记忆，支持自定义，不管你是喜欢听 QQ 音乐，还是喜欢听 Neo Radio， 还是喜欢听沉浸声，还是喜欢听网易云音乐，本次呢在左下方的菜单栏里头，你都可以进行自由的选择跟添加了。所以大家所期待的这些细小的功能，未来一次给它做到位了。
啊，这就是我觉得在审美方面做出的巨大改变啊，这还不是重点，接下来重点的重点来了。好的车机把自家的生产力工具全部给集齐了，我很欣慰啊，未来有坚持，懂得到底该在什么地方去发力。你看最近整个市场行业其实是很卷的，动不动做手机的就觉得自己做车机特别厉害，然后恨不得把每一个车机都做成一个平板电脑，完全不去考虑整个在车载使用上到底驾驶员需要什么样的交互。那未来呢，还是保持了克制，在保持克制的同时，他们开始拿杀手锏了，比如说导航地图。本次未来的导航地图进行了巨大的改变，比如说你从北京到上海设定一个导航，它除了可以告诉你 A、B、C 3条路线到底该怎么走，要花多长时间，过渡过桥费要多少钱之外，它创造性的把自家的换电站、自家的充电桩加入了去运算。这里面有一个非常典型的场景，就是你从北京到上海，如果你选择未来的换电站，那整个过程中你可能在这个换电过程中只需要额外花费40分钟的补能时间啊，它每一次换电给你按照10几分钟去计算的，那个未来做的还是比较保守。但是如果你是一台不能换电的车，今天你从北京到上海，你要充电的时间可能就是3个小时，可能就是4个小时，彻彻底底的把自己做的这么厉害的基建跟自己的导航地图所结合了，并且这个导航地图它会实时去运算，根据你当前的剩余续航里程给出你及时、可靠、可用的建议。未来在全中国建的1400多座换电站，今年年底还会总共建设到2300多座换电站，在全中国15000根快充桩，就是所有未来车主长途远行的底气。把这样的硬件跟这样车机半夜2.0系统的软件，他们成功的结合起来了。目前我看这个车载导航地图中还没有别的家能做吧，因为他们其实也做不了，因为充电桩不是自个儿的，他们怎么敢保证这个充电桩的输出功率是多少？换电站他们也没有，他们怎么能保证只要5分钟就可以给你再次续航500公里呢？是不是？再来，未来本次呢把换电站的图层也加入到导航地图中，这个东西呢，其实我一直不明白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基础、很核心的诉求，为什么最近才做上？好在呢，它是做上了。你要在上海的话，你可以看到非常丰富的换电站在整个地图上，都快要堵住了，就是要这个效果，还不够，加油继续建。同时呢，换电站的东西重现在图层中，这其实是一种底层架构上的更新啊。未来呢还会有很多跟车主交互的地方，比如说车主福利合伙人，对吧？每一家未来车主福利合伙人店，未来以后是不是可以把它放在自己的导航地图上给它呈现出来呢？就假如你想去一个地方去吃饭，想去找一家未来车主开的店，用手机这样的交互总归是不合适的。像车主福利合伙人这种东西，未来应该也会进行上车的。所以说，把导航地图中的换电站这个图层给展示出来了，其实它代表的是一种底层支持上的打通。你以为这样就完了吗？还没结束呢。每一位未来车主在买车的时候都有服务群，对吧？早些年呢，那是一个 QQ 群，后来呢变成了在未来 App 上的群。这个群的功能十分之强大，你的任何维保，你的任何疑问，甚至说你要去买保险，你要去买车商城的物品，你要去加装，你要去预约保养的时间，都可以在这个服务群完成。以前呢，只能在手机 App 上完成这个。从今天开始，在这个半夜2.0的系统更新之后，你可以在车机上完成这一切操作了。比如说我需要一个补胎操作，我这时候就可以直接在车机上选择我要补胎。当前我的位置会直接显示在整个软件的交互界面上，我下了补胎订单之后，即时正在赶来的路上，在我的车机上也会实时的进行刷新。如果我要反馈什么车辆的问题，以往呢我需要拿个手机去拍摄，那今天呢，如果你反馈的问题是跟车辆软件相关的，直接自带截屏功能，可以录制视频，想要解决车的问题，在车机上一次给你全部解决掉。还有什么？比如说这一次 Nomi 它的响应速度呢有了进步，它对于我说话的理解，我觉得还是有了提升。但是我跟他们官方的沟通，他们说更大的提升其实还在后面的版本。那当前这个版本，我们说它能做到什么？首先呢，车机中新增了日历功能，同时 Nomi 本身也自带一些提醒，它可以基于车辆的地理坐标，比如说你要求 Nomi 在下车的时候提醒你给老婆买个花，对不对？可以告诉 Nomi 在你下车的时候提醒你要带上手机。嗨 Nomi。在呢。下车提醒我带手机。好的，我会在下车提醒你带手机。记得带手机哦。而且稍微懂一点软件的同学就知道，通过语音给 Nomi 发一条
调用车载的提醒，其实这本质上也是未来的捷径功能。未来最早就在车上把一些功能进行了原子化的拆分，做出了捷径功能。这个功能早比那些什么任务大师什么早得多了啊，只不过未来没有宣传而已。那这一次呢，未来通过语音，今天可以做到语音让你下车去提醒，以后他们的目标其实是把更多的这种需要手去点、去创造、去思考的指令，用自然语义的方式表达出来。那这个东西呢，肯定是更加复杂的。那我相信在后面的版本中还会去更新的。这样你来看，当未来开始努力把自家的体系化架构、把自家的基建建设往自己的车机上去集成的时候，别家到底去怎么比呢？这就够了吗？那其实呢，未来的软件是有一些优势的，而且优势还很大。只不过呢，他们不是一家擅长于自我吹捧的企业。我要不是看昨天晚上 ES6 的发布会，我都不知道他们现在的离车泊车已经做好了。这个东西你看，在发布之前没有任何宣传材料去告诉你，哎，这个功能我们也已经做好了。那未来呢，并不会宣传自己什么是遥遥领先，但事实上就是各家什么都在学，各家对于未来都如临大敌。那昨天晚上的 ES6 发布会是吧？某些车企就恨不得把未来立刻标注上"未来不如我"这样的词条了。以未来的销量来看，好像远没有到需要这么被严重看待的地步吧。但是事实上就是，大家一面嘴上说着你不重要，你卖不掉，你要倒闭，一面心里非常惧怕你真正的成长起来，非常惧怕你卖得多。我觉得在软件方面啊，未来应该多多的去宣传自己软件方面的硬实力，真正的把这些别人根本追不上的东西拿出来。我觉得不管是对于车主的自我自豪感，还是放到市面上的竞争力来看，这些东西有的时候消费者是迷茫的，你说出来他才知道，哇，原来你这么强，好吧？好，这是本期懂买买的视频，希望你能喜欢。如果对我视频感兴趣，不要忘记评论、收藏、订阅懂买买买买的头条、B 站、微博以及 YouTube 都有自己的账号。我们下期再见，拜拜。